人们称之他为慈父，而他却被自己命名为钢铁。他虽雷厉风行，杀伐果断，但是他的功绩不容否定。仅仅10年，他便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全面化工业强国。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上，没有人可以绕开他的名字，而他就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苏联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斯大林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钢铁，不过斯大林这个名字只是斯大林的一个笔名，他的真名全名叫做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1878年12月18日，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叫做戈里的古老城镇，一对鞋匠夫妇家中。早年时的斯大林可以说是生活在童年的阴影之中，他的父亲嗜酒成瘾，常常对妻儿施以拳脚。家暴时常在幼小的斯大林与其母亲的身上发生。童年时期，斯大林的左手因感染败血症导致肌肉萎缩，使得他的左手手臂终生无法伸直。7岁那年时，他又不幸患上了天花，病愈后脸上则留下了深深的麻子。出生于鞋匠家中的斯大林，他的父亲想等他长大后，将他送到制鞋厂去学一门制鞋手艺，让斯大林将来也成为一个鞋匠。但是就在1890年，斯大林10岁那年时，他的父亲因酒后与人发生口角，被人用刀子捅伤后不治身亡。父亲的遭遇在此时斯大林幼小的内心受到沉重打击，而斯大林的母亲则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因此让斯大林将来成为一名神父是他最大的心愿。父亲要斯大林当鞋匠，母亲让斯大林当神父，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于是16岁那年时，他便来到了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一所东正教神学院读书。在神学院读书期间，斯大林伴照着母亲的心愿学习，不仅刻苦用功，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课余时间还广泛阅读了大量名人著作，从文学到艺术，从天文到地理。在当时的沙皇俄国封建时期的背景下，斯大林的世界观、人生观开始产生了巨大颠覆。当他在接触到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这更加的使斯大林豁然开朗。在往后的时间中，马克思主义深深地影响着斯大林，并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指导思想。因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898年，于是20岁的斯大林在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后，便开始在公开场合中给工人们演说，甚至还组织罢工，进行革命活动，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种耀眼的领袖魅力逐渐在年轻的斯大林身上展现出来。虽然斯大林在神学院读书时成绩优异，聪颖过人，但也因他偏执的表现和离经叛道的思想，与东正教神学院格格不入。再加上学院高昂的学费，也使得斯大林和他的母亲倍感压力。因此，斯大林在1899年时因付不起新学期的学费而辍学了。母亲眼中期盼的神父，最终也没能在斯大林身上实现。此后，斯大林开始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尽管斯大林离开了神学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久后也随之四分五裂，但是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也从未停止。他还甚至产生了一种想要摧毁沙皇封建正确的想法。所以1903年的时候，斯大林便加入了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了高加索地区的领导者。在那个动荡不安、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位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只有28岁的斯大林身上，1906年的夏天，一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走进了斯大林的生活。一个异乡人遇上一个孤儿，斯大林的心中产生了涟漪。于是，向来强硬的斯大林展现出了他温柔的一面。他勇敢地去面对了这位突然闯进他心里的女人。不久之后，两人变成了婚，并有了儿子雅科夫。但是幸福来的突然，也去的突然。因为斯大林常年在外忙于革命事业，无法每天陪在妻儿身旁。他的妻子有一天因染上了斑疹伤寒，久病不愈后不幸去世了。与叶卡捷琳娜的夫妻之情不到2年，妻子的离去使斯大林悲痛万分。在悲痛中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于是斯大林终于明白，革命这条道路上注定是充满了荆棘与痛苦，未来让他失去的将还会更多。所以种种的不幸遭遇使斯大林的内心开始变得像钢铁般坚硬。
在将襁褓中的儿子留给了亲戚之后，斯大林则继续投身到了革命运动中。在高加索，斯大林带领着革命组织领导石油工人进行大罢工；在阿塞拜疆，斯大林带领着革命团队勒索企业家，以筹集革命资金，为列宁解决了很多难题后，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名声大噪，风头无两，开始成为了列宁的左膀右臂，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支柱。但是也因参与地下革命活动，致力于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斯大林先后被对方逮捕过7次，流放过6次，被流放到寒冷偏远的西伯利亚，又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极。不过在流放期间，斯大林并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想，这反而更加的坚定了他的信念。在流放期间，斯大林先后逃亡到芬兰和瑞士，甚至英国等地寻求庇护，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从流放再到逃亡，后来斯大林意识到，革命之路不仅仅是反抗统治者，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组织和思想。直到1912年，当斯大林从流放地出逃之后，来到圣彼得堡时，在列宁的指示下，创立俄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真理报》，为《真理报》撰稿。从此，斯大林开始正式在公开场合使用他寓意为钢铁之人的笔名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心思缜密，行动果决。他时而温文尔雅，时而强硬粗暴。1916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政府开始大量征兵，当时斯大林也被征召入伍。不过后来因为斯大林左手有伤而被免于参战。虽然斯大林没有被派到战场上，但是由于沙皇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围追堵截，斯大林再次面临困境，他又被再一次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直到1917年初，俄国2月革命爆发，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灭亡后，斯大林才得以释放。几个月后，1917年11月7日，俄国10月革命，随着一艘巡洋舰的一声炮响，斯大林协助列宁在圣彼得堡的东宫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然而，新生政权的诞生面对的并不是成功的喜悦。俄国保皇党的白卫军很快向苏俄红军发起了进攻，俄国内战再次爆发。于是，斯大林被派到查理金组织防御工作。查理金，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曾因为纪念斯大林的丰功伟绩，也曾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查理金是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和铁路枢纽，是白卫军的必争之地。在斯大林来到查理金之后，他很快组建起了红军南方革命军指挥部。在他的带领下，红军很快击溃了白卫叛军，打了一场漂亮的保卫战，取得了查理金战役的胜利。经过了几乎4年时间的内战之后，最终列宁带领的苏俄彻底粉碎了俄国资产阶级和乱党叛军的反扑，成功保住了革命的果实。而由于斯大林敢打敢拼，忠诚勇猛，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表现出色。1922年4月3日，他被选为俄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此同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就此诞生。而当这个新生的国家正在探索如何巩固红色政权的关键时刻，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却突然与世长辞了。1924年1月21日，年仅54岁的列宁因中风而悍然离世。列宁被誉为俄国的革命之父，他领导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政权，建立了苏联。他的政治理念对苏联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而斯大林因早些年跟随列宁参与的革命事迹时展露出的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因此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斯大林以其出色的政治智慧和机智的斗争能力脱颖而出，最终成功争取到党内的核心权力，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袖，独揽大权。不过，斯大林接手时的苏联还是一个刚刚结束内战贫瘠落后的农业国，多年的内战已经使得这个本就不太富裕的国家经济几乎全面瘫痪，所以掌权之后的斯大林便很快展开了他的苏联改造计划，遵循列宁时期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发展重工业。而这也对于斯大林来说，无疑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的工业化都是从轻工业再到重工业，
其过程往往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但是斯大林认为，苏联此时已经比西方国家落后了至少50年。若想使国家快速工业化，我们不应该走他们那样的路，我们必须提前，应该在10年的时间内跑完这个路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重工业支撑，若未来爆发新的战争，根本无法保家卫国。只有快速工业化并生产自己的先进武器装备，才不会任人宰割。在风云变幻、前途莫测的十字路口，斯大林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于是1928年，苏联的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启动，座座高楼迅速拔地而起，钢铁厂、兵工厂、汽车厂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然而，正当苏联人民在为国家的建设掀起建设高超之际，一场大饥荒和大清洗运动随之而来。1931年，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也同时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但是也由此却出现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下降和粮食减产的现象。受灾最深的乌克兰地区约导致500万人饥荒而死。那么大清洗运动是什么呢？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身边最坚定的拥护者、最亲密的朋友，苏共第2号人物基百夫遇刺身亡。基洛夫的遇害让斯大林痛心疾首，而这也正好为斯大林实施大清洗运动提供了借口。当时苏联基层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暗中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倾向，对苏联的外部设施等等进行的破坏时有发生。在外部欧洲一些国家严重敌视苏联，在内部则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表面接受了苏维埃，但是骨子里还是极其的反对。所以苏联大清洗实际是斯大林接着打击国内一批人对苏维埃的反对和破坏，进行了一次铲除异己的行动。从1934年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中，苏联各界先后有超过60万名优秀骨干被枪决，成为了苏联以及斯大林的人生中一个无法抹去的黑点。不过这些种种并未影响到苏联在打造工业强国梦路上的脚步。斯大林奇迹般地将苏联如同急行军似的，很快拖进了军事和工业大国的行列。1937年，苏联的2个5年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其钢铁年产量已经从原来的300-400万吨达到了770万吨，汽车从每年的800辆增加到20万辆，机床从每年的200零件增加到4万8千多件，在煤炭和水泥、石油、衣物等等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增长。工业总产值一跃登上欧洲第4位。此外，苏联还在建设发电厂和教育方面也都同时取得了广泛成功。但是苏联的快速崛起也使得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对其产生了排挤和孤立。与此同时，执掌德国的希特勒自1933年上台之后，便大肆扩充军备，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上空。因此后来斯大林试图联合英法2国共同压制德国，但是英法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于是1939年8月23日，迫于自身考虑，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分了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与希特勒签订协议只是斯大林的一个缓兵之计，他的心里非常明白，苏德双方迟早必有一战。正如人们猜想的那样，希特勒点燃了第2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火。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5月进攻西欧。果不其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出动500万兵力，190多艘军舰，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000多门火炮，兵分3部突袭苏联。第2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和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卫国战争拉开了序幕。在德军发起进攻的第1天，迫不及防的苏军伤亡惨重，损失了1000多架飞机。不久之后，南方战线上70个师被围歼，65万人被俘虏，中部战线和北方战线上数十万兵力也相继全军覆没。不过好在苏联工业化的成功为苏联军民保家卫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1941年11月初，中信德军兵离莫斯科城下，距离莫斯科不到50公里。
在这关乎俄国人民族的存亡之际，在斯大林的号召下，莫斯科全城居民众志成城，全部动员起来，为保卫莫斯科组建起了100多个巷战小组，准备好了一切防御工事。11月7日，正值苏联10月革命纪念日庆典，冒着德军攻城的风险，数万名苏联红军在这天早上全副武装，荷枪实弹，雄赳赳气昂朗地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走过莫斯科红场之后，他们直接奔赴西部前线，抗击来袭的德军。俄罗斯虽大，但我们无路可退，因为身后就是莫斯科。这句响彻在苏军各部的口号以及红场的大阅兵，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们的士气。苏军各部迅速调集了110多万兵力，各种火炮、喀秋莎火箭炮多达7000门，战机1000余架，坦克700多辆，随即对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最终，苏军凭借无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击溃了中线德军，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1942年1月之后，中线德军全面溃败，而其他战线上的德军也因苏联寒冷的天气而屡屡受挫。再加上苏联工业化的成果不断展现出来，大批性能精良的 T-3次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纷纷被运往苏军前线，与德国的装甲战车进行一场又一场的钢铁洪流碰撞之后，战争的天平再次转向苏联。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库尔斯克会战，从解列宁格勒之围再到巴格拉吉昂行动，德军的一批又一批部队统统被苏军消灭。直到1945年4月16日，克服了重重困难的苏联红军终于反攻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在与守卫柏林的德军经过了多场的浴血奋战之后，4月30日，苏军终于将红旗插在了象征希特勒权力的柏林国会大厦楼顶。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的野心与宏图，希特勒的愤怒与不甘随之化为乌有。1945年5月9日，纳粹德国向盟军宣告无条件投降，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此结束。卫国战争，苏联付出了近3000万居民的惨重代价。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也在苏德战争中被德军捕去。不过，希特勒曾提出用斯大林的儿子去交换被苏军抓获的德军元帅保卢斯，但是后来斯大林拒绝了。斯大林说道：“我不能用一个元帅去交换一名士兵。”最终，雅科夫因为受尽德军的折磨而牺牲在了战俘营。为了信仰，斯大林失去了妻儿；为了苏联，斯大林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失去了人们所珍惜的一切。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军民在卫国战争中顽强抵抗，无畏牺牲，摧毁了强大的纳粹德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大地变得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国民经济再次遭到重创。于是，年迈的斯大林又开始继续领导苏联人民实施第4个5年计划，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抑制战争留下的创伤。1949年8月23日时，苏联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时，苏联的工业水平已经大大超过战前，而且总产值比战前增长了超过70%。革命时代战争年代早已经结束，此时71岁的斯大林也已不再年轻，步入晚年的他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英雄迟暮，这是谁都不愿经历的事，却又是谁都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残酷现实。执掌苏联近30年，斯大林将一个原本是木犁耕作、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全面建设成为一个令西方国家深深畏惧的工业大国，让苏联从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英雄和事物都将会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斯大林与苏联也不例外。他们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存在都无不在推动着世界往前运转。